人犯长坡，快追！在下可否感激小侯爷搭救之恩？我为什么要搭救你？我可以用一个大秘密与小侯爷交换。炮制金陵城这场灾异，在下还有一个同谋。客官，里面请。这是在下亲手写的供状。原本打算先逃出去，找机会送回京城，再起风波。既然遇到小侯爷，就当是一份礼物，赠予你。皇后娘娘的把柄就在其中。现在谁都知道你是个阴鬼狠辣、不择手段的疯子。拿这份疯子写的供书就想扳倒皇后娘娘，你当我也跟你一起疯了不成？那要是再加上皇后娘娘下令，让在下施法为太子消除死劫的诏书呢？他还下了诏书？正是。他不至于这么没脑子吧？一个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晕头晕脑再正常不过。我骗他说我需要诏书焚烧祭天，他便诚惶诚恐地写下了这个。你我心里都明白，皇后娘娘高高在上，又有内阁首辅的兄长，这东西就是我拿了也未必真的有机会用，不过是聊胜于无罢了。那么在下可否再次感谢小侯爷搭救之恩？多谢。有把柄就等于有弱点，所以对于长林王府，我从来就没有隐瞒过什么。唯有一点不能让他们知道的，就是我跟莫子豪之间的约定。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想远离江湖，对于我来说，还是死人最放心。很好，这种孩子要再坏、再狠，方能成就你的大业。累了，要休息一会儿。
我们为什么要绕开血疗之法呢？希儿啊，你想到什么了？师父，因为已经毒发，平津不能自行催动气血，需要他人服用蛇胆后再兑换给他。最难的这一步，不是已经破解了吗？是啊，师父。没错，没错。封住了其他经络，玄池蛇胆的效用本来就可以提高，更何况还少了度让之间的消耗。那一枚蛇胆解2人之毒，绝对是可行的。师父，可行。从理论上来说，是可以行得通。只是这蛇胆的分配问题。你们跟我来。老夫与希儿之所以能找到新的解毒之法，多亏了世子妃从书房里找到的这本狼牙抄本，其间收录了一味不常用的药材。所记载的药性刚好有疏解血凝这一项，杜仲在药房里找到了一些，我们先行配置，给二公子试服了2剂，效果还不错，已经催动心脉。这书上还提到，其实真正解掉双股之毒，只需要玄池蛇胆大约2/3的药性。我刚刚大概估算了一下，渡血的过程以及在无用经络的消耗，大概是蛇胆1/3的用量，所以这个办法是可行的。而一枚蛇胆解2个人的方法，其实和一胆解1人的方法完全一样，都是靠本人服用蛇胆，加上疏解血凝的药物，再靠医者行针封住其他无用经脉，使蛇胆催动心脉，转入阴经内府，然后经书晚被鲁断，药理听不大懂。老堂主只需说是否可行，该如何配合便是了。当然可行，只不过解毒的主药仍然是玄池蛇胆。你们2个服用1枚，平津又中毒已久，世子这边的药力难免稍有不足。您不是说没有问题了吗？请蒙姐姐稍安，所有的关节我们都推敲过了，的确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想尽量解释清楚而已。别急，听老堂主说完。老堂主说，先要封住我的四腑，只留存心脉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简单的说，平津身上的毒性更重，分用的药力必须更偏向于他，所以要先给世子行针，封停全身机能中不太重要的部分，只保心脉。等解了寒凝之毒后，再行休养平复。是否有凶险？在解毒那几天，世子会全无意识，呼吸低微，看上去是有些凶险的，但与性命无碍。只不过，身体肯定会有所伤损，需要卧床休养数月，方可完全恢复行动。平章原本以为这已是一个不死不休的困局，如今竟能有双双得救的机会，已经算是绝处逢生了。无论有什么样的风险，无论最终结局如何，我们兄弟二人先行谢过老堂主，还有林姑娘的辛苦了。既得世子信任，老夫也就不多说了。二公子伤势不宜耽搁，咱们现在就开始吧。世子，进。启禀世子，
外面有人有要事求见，一定要与您当面详谈。现在还有什么更要紧的事情？推了吧，不见了。这个人属下也曾经见过。瀚海，北燕拓跋羽，此人不会无缘无故来到金陵城的。老堂主，请您稍后，我得先去见见他。别担心，应该不会耽搁太久。长林世子，许久不见。拓跋公子远途而来，不知有何要紧的事。世子应该知道，自从惠王殿下遇刺之后，我朝中情势已经大变。平章略有耳闻。陈王主政，与叛军交战败绩连连，眼看无路可退，他竟然孤注一掷，说服了陛下，与大禹暗中签下了密约。与大禹的密约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，我只是觉得惠王殿下若是还在，必然不愿意为了眼前的短浅小利，而以长林军结下私仇。贵国陛下到底与大禹有何密约？大禹同意攻打叛军控制的北县，同时援送我朝中银帛粮草，而我国陛下为了回报，陛下同意开放阴山山口，允许大禹皇叔军借道西境。开放阴山山口，那可是你们的西南门户呀！江山已是风雨飘摇，陛下早已失了理智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密约定于上个月，大禹显然准备已久，行动不会太慢。我大燕此时最不需要的就是死地，严谨于此，誓词保重。平章，平章，父王，父王，陛下明日回京，接驾的各项准备也基本商定完成。这件事全由你们两个经手准备。是。本来这件事应该是由我来盯着的，可是我实在是担心长林府那边，所以这次辛苦二位了。大统领说的哪里的话？这本是我等职责所在，何言辛苦？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。我们是医家，又不是神仙。刚才所说的疗法仪是我等殚精竭虑所尽极限，并无可以商讨的余地。老堂主，老堂主可知道，大禹皇叔军接到北燕，穿过阴山山口之后，将会是何等的局面？老夫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现在单纯
我知道你难过，可是平静和父王摆在眼前，我能怎么选？如果我哀求你，我求你选自己。你会答应我吗？会的。我求你，求你不要丢下我。可以吗？最难的是以后队伍。对。平常哥哥，我从小就认识你，我了解你所有的心思。你今天答应我，可以留下，那以后呢？年复一年，月复一月，你只会越来越后悔，直到无法面对自己，无法面对我。平常哥哥，我的夫君，我的好夫君，你知道吗？我多么希望你就这样一直抱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。怎么办？
老堂主，老夫行医数十载，从来没有教过任何人自伤自身。无论世子想说什么，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。林姑娘，世子，姑娘也曾去过北京，见过沙场。当知兵祸过境，尸骨如山，未成之事，一日如年。我的心意已决，还请林姑娘如同当初甘州救我时一般，再次相助。大统领，今日王府有事，概不见客。我有急事要见你们世子妃。大统领，
这就是世子妃的命令，请不要为难我们。大统领，大统领，我要见他。大统领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大统领，小雪，请不要为难我们。小雪，大统领。师兄。王兄情势危急，有你前往营救，朕最是放心。前方战况不明，朕赐你玉印金符，你可随机应变而行。多谢陛下恩信。起来吧。平常啊，你呈报的军策朕已经看过了，奇袭反围是条妙计，但十分凶险。朕希望你和王兄一定能够安然而返。记住了吗？有陛下为我长林后盾，此意必胜。此意必胜。妃长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只能拜托你了。你尽管说。先帝谕令既然已经用过了，
便不宜继续放在我长林府，先暂时交由大统领保管。等到将来他们送我回来的时候，你再当面呈递到陛下手中。我知道了。身为将门之女，我从来都不是温雅贤淑的内宅之人。好在你也没有计较过我这一点。与其眼看着你出征，苦苦等你回来，我更喜欢跟你一起并肩沙场，同历风霜。既然边境有危，人人都可尽忠尽责。这一次，让我和你一起去吧。朕听了诸位爱卿汇报医灾一事，这些时日朕的心里头从来就没安定过。李固虽然已经招供，但朕总觉得此事没那么简单，仍需详查。臣遵旨。当然，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北京的战事，让兵部打起精神，一应的军需补给，不可再出半点差池。臣一定亲自督办，请陛下放心。希儿啊，希儿，李信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你中了毒。中毒？
出证据了。出证？你要干嘛？你要躺着别动！现在，林静，你放开我！林静，林静，林静，你放开我！林静，林静，放手啊！林静，你知道大家救你有多不容易吗？你现在站都站不稳，你爬到北京去有什么用？林静，徐大哥，徐大哥，你这次刚醒，又要干什么去？李琦刚刚告诉我了，北燕开放阴山山口，长陵主人首当其冲。大哥和大嫂都去救父王了，我难道还躺得住吗？你放我出去！冷静点，冷静点。没有事，大哥大嫂不会有事的，他们会很好。现在你最需要的是躺在床上好好休息，听话。走。我现在不是要去北京，我就是想去大哥的书房里看看地图，推演一下前方的战况。这样等我身体一好，至少心里有个数，知道去什么地方最能帮上忙。我知道了，我扶你一块儿去。林夕姑娘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她的。唱歌，计算时日，大禹突袭只是一成。大哥就算速度再快，也来不及回防楚云的后路。父王在宁州被困，已成事实。萍姐，相信你大哥，他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这边快，好，加快速度，快！老王爷，后路全部围死，调动援军的军令已经送不出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阵前都没有攻下，大禹人又不会飞，怎么可能出现在后方？北燕？不是北燕。北燕若有动向，咱们也能察觉。包住后路的敌兵，确实是大禹黄蜀军。我明白了。纵然主营全体玉碎，也不能让大禹人在北境，在北京重现当年的3月弯刀。3月弯刀之事，我以前也曾听人说起过一些。3月弯刀，那几乎是近100年前的战例了。大禹、北燕、东汉3国联手，意图共反我大梁。当时大禹攻北县，北燕过阴山，战线南北顺势相连，行入弯刀。恰好又是早春时节，故而被后人称之为3月弯刀。最后结果如何？结果，我大梁北境防线被撕得粉碎，战火直入腹地，逼近地境。朝廷不得不派出使臣前去和谈。幸好异国之间联盟本就是以利益为先，自然松散，最终还是被哥哥击破，退出大梁。但弯刀之下那一片焦土，却足足花了10载光阴，方得平复。
虽然是100年之前的战役，但至今听来，仍旧让人不寒而栗。3月弯刀固然犀利，毕竟，但想要完成期间的攻势、节奏、配合，一步都不能错。除非是惊世之才，否则难以统一这样的行动。更何况，需要燕豫两国同时都有这样的将才，他们的目标必须完全一致。所以，这一战已成绝场，再无法重现。近100年来，北境情势纠结复杂，再也没有过重现弯刀的任何机会。如今北燕朝廷与虎谋皮，给了大禹这个可能性，但黄蜀军独立回道，其形虽像，其势不足。以父王统帅的主营战力，多坚持1个月肯定没有问题。按照你的说法，若平章得讯，及时赶往北境，就可解老王爷之围吗？迟了一步。大禹已经拿下了宁州南部，长林军南北双线，如今已经难以呼应，局面已经很被动了。既然我们已经判定了敌军的意图，便不能直扑宁州，而是要去卢塞。那平章此举，不过好在，大禹自以为围住了主营和父王，军令出不了宁州，绝对不会想到我大哥来得如此之快。所以这一仗的先机，仍然还在大哥手里，而这一战的关键点，就在卢塞。等到将来他们送我回来的时候，荀大哥，在想什么？没有。长林军先帝庇佑，必能度过此劫。各位城里儿，各位城里儿，只要拿下卢塞，大禹风月可破，主营便能顺势反攻。胜负关键在此一战。在此一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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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！平静，我虽然力量微薄，但我也愿意为国而战，吸取我莱阳府污名，请你允许，让我跟你一起前往北京。好，撤，跳，跳。
我很少会做噩梦，除了上次赣州。嗨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咱们前几日在路上遇到金将军，他不是说正奉命围堵被截断的大鱼军前锋吗？既然有这样的军令，那就说明宁州的战事绝没咱们想象的那么糟糕。凭着你不要离开我。平章，
死沙场，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苏青，你哭什么？你哭什么？大哥，大哥！大哥！这里是金陵城，是讲规矩的地方，你要记住这一点。你知道大哥不是亲生的，你就不听话，别说傻话。即便你再聪明，也不可能事先预料到，功课做得不错。大哥！大哥！老王爷，讲，在下刚给世子妃诊了脉，世子妃有了2个多月的身孕。
搁住。本宫听从兄长的叮嘱，自陛下回京以来，未敢多说片言之语。至于当初所做的那件事情，也已经反复细想了好几遍了。既然确认濮阳英已死，如此甚好。娘娘还是把这件事情彻底的忘记了吧。无论对任何人，在任何时候，都不要再提到濮阳英这个名字了。娘娘，太子为什么现在还穿着大红的袍服啊？
虽然已经过午，但是陛下随时。平常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回陛下，根据医报，世子灵柩。元启，看看你，落葬之后还要再受七七之术，人都瘦了一大圈儿。大伯父还好吧？怎么可能还好？勉强支撑而已。虽然伤心，但平章大哥到底是将门之子，为国出征陨落沙场，对于大伯父而言，也算是更能让他老人家接受的一个说法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，我就是说，大伯父他……我大哥本来就是沙场阵亡，什么叫做更能接受些的说法？平静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可能不会说话。萧元启，你今天不给我把话说清楚，就别想进城。平静，我可能也是推测，我真的……你中毒之后，确实有发生很多事。平章大哥为神，还有玄池蛇胆，不过最要紧的时候我都不在身边。你可以去问林姑娘，林姑娘她一直……哎，平静！朕比所有人都清楚，自从你把平章抱回来那天起，他就是你的心尖子，被生生给挖了去，那得多疼啊！平章临终时说了，他是长林之子，为国捐躯，理所当然。老臣只是恨这孩子太年轻，我这老朽之躯，我竟不能以身代之。可孩子已经去了，王兄，你若是太过哀痛，倒会让他英灵不安的。
陛下宽心。眼下，平章的骨肉最是紧要。雪儿在王府处处睹物思人，甚是哀伤。大夫说了，他情形不太好。老臣想送他出去散散心。去哪儿啊？琅琊阁。那个地方远离是非，远隔红尘。去那儿，倒是让我最放心的地方了。你终于来了。你早知道我会来。世子叮嘱过所有人不要告诉你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道。知道什么？
荀大哥，大嫂自己倒也愿意到琅琊阁上静养，这样对孩子最好。他愿意去，自然是最好。你是要出城送他们吗？我能跟你一起吗？好。文姐姐的身体一直是我调理的，我陪她一起去。我当然知道不是你的错，可我一看见你，就忍不住去想，原本可以有不一样的结局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。师哥，保重。谢谢。冬青，一路上务必多加小心。二公子放心，保重。这。平静一直都是这样，不能接受的时候，就把头埋起来，躲着不肯面对。你不要怪他，他需要一些时间。姐姐曾经也这样想过，是吗？如果当时我也坚持不住，我承认我自己想过，或者说，在我内心深处，我曾经这样盼望过。但归根结底，这都是平章的决定。喜不喜欢？
孩儿有一件事想禀告父王。什么事儿？孩儿打算离开京城，到北京军中去。你都想好了？是。大哥一直挑在肩头的担子，是该由我接下来了。既然你愿意，那就去甘州营好生历练吧。是。回禀陛下，长林二公子在殿外叩首，拜别圣驾。父皇，平津哥哥为什么在外面拜别？他不愿意进来吗？平章大哥的甘州营，他一定能待得很好，是吧？父皇。才死了一个，就又要送另一个出去。老王爷是生怕这北境的兵权落到别人的手里吗？娘娘，此话于人于己都没有益处啊。即便是私底下，请娘娘以后也不要再讲了。平京。元起，平静，你来干什么？大梁二老当战北方，不知二公子此去甘州，可愿带我同行？从军可不是件简单的事。我知道，所以听到消息之后，我先去了兵部，又求见了陛下，以得恩准。元起，平静，我到了甘州不是给你找麻烦的。虽然你我都算生于富贵，但我出自将门，又常历江湖，到底跟你不同。边城苦寒，小侯爷真受得了？我就算是受不了，偷偷跑回来了，想必二公子也不会派人捉拿我吧？你既然有志，我当然不会阻拦。走吧。
信了，将军，将军。是小侄子，我的小侄子，这么小啊！你们看，多像世子爷啊！这小脚样，你能看得出来像世子爷？看着高兴吗？是。将军，这鸽子好像伤着了。这鸽子怎么伤了？大夫，杜大夫，杜大夫，杜大夫，您看看，这鸽子伤着了。叫什么叫？我是大夫，又不是兽医。哎，杜大夫。等一下，还是我来吧。是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把药喝了吧。老王爷，陛下近期所有的脉案药方，太医署已经奉命送过来了。院士啊，这阵子让你跟着内阁学习理政，你没有偷懒淘气吧？父皇，儿臣承认以前确实是有些贪玩，但现在只想快些进议，免得父皇还要在病中操劳国事。不过才病了这些时，朕的元石就已经长大了许多。孩儿现在已经13岁了，不能算是一个孩子了。父皇继续睡吧，儿臣要替父皇整理劫掠了。
医院脉案精细，用药得当，以尽医者之能。老夫自问，不能做得更好。可是陛下吃了这么久的药，这病情并未见好转呐。晋大人，首辅大人，陛下卧病在床，也要跟晋大人见面，想来是有十分重要的事情吧？老夫以为要商议许久呢，怎么这么快就出宫了？陛下的精神是不太好，只吩咐了我一件事情，自然耽搁不了太久。一件事情啊？什么事情啊？陛下亲令，正式封长林府萧平京3品怀化将军之衔，兼领甘州营主将。平津这1年在甘州做得很好，金宝呈上来都是扎扎实实的功劳。但是陛下赐封，事先还是应该知会老臣才是。就是不能跟你先说。这孩子太年轻了。当年他大哥平章被赐封的时候，也没有如此冒进。平章那时候不一样，你在壮年，真更是不老。如今为什么着急？王兄难道？陛下病重，不能起身。这些时日，不仅免了后宫请安，就连本宫都难以觐见。诸事皆由长陵王承转，今日又招了宁王叔进宫，他们到底在商议什么？请娘娘稍安。不是有太子
一直陪在养具店里吗？太子才13岁，他能知道什么？王叔年迈，还要劳您亲自进宫。老臣也早就想来看看陛下了。陛下小老臣30几岁呢，不妨事，这病啊，养养就好了，啊。这些日子，朕就这么一直躺着，不能起身。王叔，朕想了很多，以前不曾想过的事情。不瞒你说，朕现在心里有些放心不下的是王兄。陛下何出此言呢？老臣这些年一直恩养在府，但这双眼睛却还能看得清楚啊！长林王对陛下、对太子，那是绝无二心呐。难道是老臣刚好相反了？臣不明白，娘娘到底在忧虑些什么？陛下病重，召见宗室不是应该的，更何况太子殿下一直住在养具店中侍疾，娘娘能有什么不放心？飞展，娘娘不放心的不是眼下，而是将来。眼下虽是一团和气，可是，一旦陛下撑不住，幼主登基，便是事实。主少国疑这4个字，在史书上是累累白骨堆砌起来的呀。眼下正是最关键的时候，前车之鉴历历在目，难道我们不应该有所防备吗？侄儿不知道，叔父打算怎么防备？从外头看着，这长陵王府高不可攀，长陵王权高位重，但朕心里清楚，王兄这几十年戎马为胁，又有武臣不参政的规矩，对于京城的朝局，他其实并不怎么明白。以前有屏障在朝，那孩子每日周全，替他父王照看着。可如今王兄施了臂膀，瞧这精神一日不如一日，唯一的孩子还在边境。听陛下这么一说，还真叫人心里难受啊。朕自知时无多，陛下一旦撒手而去，这朝局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以后太子的心性又会变成什么样子？谁又能说得准呢？也许有人会说，少主临朝，最应该担心的是太子，但朕知道最不能放心的是王兄。他一到暮年，一生都在为国征战。你说，如若将来他不得善终，朕拿什么脸去九泉之下见先帝呀？什么？请老王爷去蔚山荣养？陛下跟长林王情分深厚，一旦陛下有不可言之事，老王爷必然悲痛。
不如由太子李送至皇陵别院，这样也算是不负兄弟之情。那若是老王爷不愿意去呢？你叔父是朝臣首辅，恭敬安防的大局又由你在把控。太子到时就是大梁新君，他要是当面建议，老王爷是不会不考虑的。老王爷去了皇陵，平京又不在朝中，边境遥远，连消息都要晚1个月才能知道。这么一算，你们就能放心了，是吧？这样大家和气，各得所安，不是更好吗？你们倒是放心了，我想，陛下反而就不放心了。娘娘，叔父，你们知道这宫禁大局为什么由我来把握？那是因为此时此刻，我唯一听从的，只有陛下的旨意。老臣自打年轻时，就不是什么聪慧之人，素来也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见识。若说哪一点比人强，无非就是活得时日更久，见得人心更多些。长林王位高德重，这是明摆着的事实。再怎么谦逊退让，不招人忌，那是绝不可能的呀。朝局难控，人心多变。这与你想的一样，王兄已经在这个位子上了，不能一味的退让。倒不如以进为退。这也算是朕最后一项安排了。陛下放心，老臣明白了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你是担心陛下这一次，怕是撑不过去了。北京近来倒还算安宁，既然担忧，为什么不回去一趟呢？你的身份不一样，只带随行护卫回京问安，倒也不用事先请准的。正因为是这种时候，不管多担忧，都必须留在这里。是啊，陛下沉疴难起，京城自然人心动荡。你统兵在外，对大伯父而言，确实比回去更好。你看这周边强邻环伺，在他们眼中，我大梁军权交替之时，便是最佳的可乘之机。我长林身为守土之君，越是在这个时候，越不能有丝毫懈怠。是啊，我们现在所说的，还真是同一个事。父皇，父皇，
元石啊，你如今尚未长成，若说君父之责，本该再多护持你几年，无奈先帝泉下寂寞，想要早些照朕前去了。臣等领旨。臣等领旨。父皇，哥哥，哥哥，哎，臣在。父皇，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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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父皇。天生哥哥，你看呀，这两个孩子玩的多好啊！是啊，别摔着了。陛下，你领主下赐遗旨，可曾为花儿想过丝毫？
这一代一代的人呐，就连他也去了。归档吧。是。嘿嘿，陛下到！陛下，山呼万岁！山呼万岁！再山呼万岁！请诸卿平身。陛下，先帝临终托孤，可见对于老王爷，那是全心的信任。当然是信任，但更多的还是想要保护吧。保护？父王对朝中政务其实知之不多，先帝并非真的想让他辅政，而只是以进为退，要给父王一个托孤老臣、不可轻动的身份而已。难道老王爷这样的身份还不够吗？父王年迈功高，就因为朝中没有了大哥，竟然连先帝都开始觉得不安了。不安什么？是得做一些准备，找时间回趟京城了。刚巡查完甘南，又去了宁州和飞山，你这马不停蹄的轮番跟各营主将会面，真当自己是铁打的不成？往返京城一趟至少4个月，若不安排妥当，怎么放心？道理我都懂，可北境不是一直都很安静吗？你不觉得已经安静的不太正常了？有些微小的细节很容易被忽视。现在不仅是其他各营需要小心，咱们甘州营应该睁大眼睛的地方也不少呢。我倒是没有你那么敏锐，不过只要你告诉我应该留意些什么，我肯定能做到没有疏漏。怎么，你不跟我回金陵吗？金陵于你而言，上有老父在下，对我来说，已经什么都没了。有时候夜里梦见他，
我都不知道自己还在怀念些什么。说实话，你能吃下军中这份苦，倒是让好些人对你刮目相看。不过缘起，你已经不需要向自己，或是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了。无论你这次跟不跟我回去，我都希望你好好想一想。好，金陵旧府，塞外边城，究竟哪个才是我真正的归处？我确实应该好好想想了。叔父，安如，太后这么急着叫我来，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吗？安儿没有问过，也不知道。不问也好。安如啊，在我们荀氏一族中，太后一向最喜欢你。这次召你进宫小住，已经事先教过你一些规矩吧？是，叔父。叔父对你是放心的，只是今后要记住，一切要以太后为先。谢叔父教导，安儿自当遵从。老王爷，老王爷，老王爷，北境驿报。是不是二公子要回来了？什么？是不是二公子要回来了？新君登基，他确实应该抽时间回来，给陛下请安。陛下今日来请安，高高兴兴地说，长陵府的萧平京不日就要回京了。难道兄长不知道这个消息吗？我当然知道，兵部收讯后早已转报内阁。你不是跟哀家说，萧平章一死，长陵府就倒了一半吗？现在还不趁势而为，难不成要等着萧平京羽翼长起来？本来我是有几个想法的，可以逐步的削减长陵王府的声势。只是先帝临终之前下了一道遗命，让事情复杂起来，好些原定的安排就不合适了。萧庭生以前很少介入内政，兄长可是10多年的内阁首辅，这朝政的事儿，难道还斗不过一个长陵王？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娘娘。按照老王爷的身份，要想动他，总得以陛下的名义下到圣旨吧。可是我大梁国以仁孝为先，这才几天呢，就煽动先帝托孤的老臣。娘娘想一想，陛下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娘娘，
山之后，到底要去哪里，要去多久，全都说不清楚。这让我怎么放心啊？不瞒姐姐说，灵犀自小便有神农之志，想要遍走各国，尝尽百草，汇编一部详尽实用的药典。我知道这是一件即便花费一生也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既然做不到安守内宅，以夫为天，那又何必去负累他人呢？我知道妹妹是一个有心胸、有志向的人，原本应该是平京这样潇洒随意的人最适合你。可惜世事变迁，你们二人一寸心结。现在长林王府的重担又压在他身上，一时之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。得失已定，不必强求。灵犀上有一家之责要尽，此去难言归期，还望姐姐多多保重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姐姐留步吧。这平京以前啊，也时常整年的不回家，从来就没看过你这副德行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这1年多不太一样，好像比往年要长了许多似的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人家是怀化将军，要先去兵部报到，恐怕掌灯时分才能回府呢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行了，起来吧。你不就是想要独处，才到这儿来的吗？还怕什么呢？下面的人是你的心腹吧？我在边境打拼了1年多，怎么也能收到几个忠心自己的部下。不过有数人跟从，小侯爷不会就已经满足了吧？
1年多没见，父王，你头发都白了。是吗？去吧。看得出来，上次分别之后，你倒还没有偷懒。有些人生来命好，生来有父兄拼死为他铺路。像我这样只能自己照顾自己的人，哪还有偷懒的余地？话说回来，你觉得萧平金仅仅是命好吗？你能到边城军营之中历练，是一个很不错的决定。但是自古名将，除了要有时运之外，天赋是不可少的。难道1年多的时间还不够你想清楚自己和萧平金之间的差距吗？陛下初登大位，身边再怎么有人陪着，这心中必定有些恐慌。你明日进宫的时候，尽量陪他多坐一会儿啊。是。孩儿这次从甘州回来，还特意给陛下带了点小东西。哼哼。陛下打小就和你亲近，这原本不是什么坏事儿。可现如今已经不是当年了，如今你跟他是君臣之分，接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分寸啊。大哥之前就教训过，孩儿明白。哎，说说北境的情况吧。孩儿只知道父王要问，所以从甘州回来之前，我把北境的防务又重新梳理了一遍。父王稍等。表舅说的不错，我确实没有萧平金那样的天赋。也许上天早就注定了，我生来就只能做一个普通人。这些年所谓的不甘平庸，都只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罢了。不，
这不是我的意思。你比长林二公子强的地方多了，何必拿自己的短处比别人所长啊？北境你能拿到的东西，这1年多已经拿到手了。边塞军营绝没有你想要的前程，找个机会回金陵吧。表舅劝我回京，是真的关心我的前程，还是在金陵城有什么事要虑我办？你当年问我东海打算如何得利，我说你根本没有资格。其实到目前为止，你仍然没有，只不过比当初略有实力，可以起步。京城新军登基，遍地都是机会，难道你还想一直窝在边城，成为怀化将军麾下的一员吗？金陵城我迟早要回，只是不能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回去。萧平京临走时说，北京的动静不太正常。您刚刚也说过，他是天生的奇才。既然他都有此预判，那肯定不会出错。边关的波澜越大，我的机会就越多。在没看清楚真正事态之前，我暂时不会走。好吧，那咱们再看看。再看看？难不成你也想留在这儿？北京的境况就是这样。父王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哎，坐。是。我大梁国丧，大小也算是个机会。北燕就不说了，自顾不暇。可这大禹这么安静，一次试探都没有，倒让我觉得有点奇怪。确实有异常，孩儿也尽力去打听了背后的原因。最主要的，大概就是因为正在内斗。内斗？1年多前，大禹想独立重现3月弯道，未能实现。虽然撤军及时，只折损了3万人马，但主帅阮英还是因此被夺职副县。孩儿从甘州回来的时候，刚刚得到一个还未证实的消息：大禹康王麒麟说，已经拿下了皇蜀军主帅一职。康王麒麟术？对。明白了。既然是他，那你这次回京城就不能逗留太久了，是吗？麒麟说性情本就好战，主帅上任又要立威，快则半年，迟则1年多，北京必有异变。孩儿就是想趁着狼烟未起，再回来看看父王。陛下，微臣刚刚禀告的，就是今日内阁所议的事宜，相关书文也已拟本上报，只等陛下恩准，用印下发即可。好，启禀陛下，怀化将军萧平京进宫请安，现在殿外候旨。舅舅辛苦了，内阁有决议，朕自会尽快用印。召怀化将军入殿。召怀化将军入殿。是。那微臣就告退了。陛下，
臣怀化将军萧平京拜见陛下。免礼。谢陛下。平京哥哥，你总算回来了。陛下也是天下之主，恐怕不能再这么称呼了。现在天天有人唠叨我天子之仪、天子之威，我都闷死了，连你也来教训我。豫园春色正好，倒不如臣陪陛下出去走走。正合我意。陛下，走走走。陛下，首辅大人。哦，齐大人，来。首辅大人看起来忧思重重，不知近来有何烦恼？那倒没有，只是今日进宫请安，看见了怀化将军，不由得想起了一件旧事。旧事？当年萧平章执武敬爷的玉牌调动羽林营的事情。说实话，首辅大人能在京畿周边调出重兵，不少朝臣当时都吓了一跳啊。可是先帝爷不放在心上。时过境迁，想必而今也没有人在意，更没有人记得这件事情了。那首辅大人的意思是，新君已立，是不是应该重建皇家羽林营啊？陛下年岁渐长，臂力也有增长，这个成绩可不算多好。那你以后在皇宫天天交阵骑射，不就得了？臣若是留在宫里，那谁为陛下镇守北境呢？叫其他的人去不好吗？当然可以，但决定让谁去，这个人能不能做好，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了。陛下在龙位之上最重要的事情，其实就是怎么选人，怎么用人。你明日还进宫吗？陛下若是想要召见，臣随时可以进宫。平京，荀大哥，这才1年不见，好像有些认不出你了。荀大哥倒是没怎么变。这次回来待多久？先去祭拜先帝陵寝，之后父王还有许多长陵军务要交代给我，算来没有1-2个月，根本忙不完。伊礼国丧期间不得兴兵，边境只需安防即可。长陵各营自有主将，就算甘州你也有副手，干嘛这么着急要走啊？父王是长陵主帅，我自当听从调动。荀大哥应该还在当值，不便多聊，咱们改日再详约叙旧。兄长为何突然想重新设立帝都的羽林营？老臣只是觉得，如果为陛下的长远打算，首先就要清除长林王府在金陵一带的影响，重新组建一支完全听命于御前的新编羽林营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既然如此，晚动就不如早动。你这个计划能行吗？新君登基，自行再立羽林，这是常有的先例。但是，是先例，不是惯例。撤出旧营，招募新军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陛下年少，长林王奉旨辅佐，我想他是不会轻易点头的。难道哀家的皇儿想要设立御前的羽林营，还得他长陵王同意不成？娘娘，
如果仅仅是在嘴上说句痛快的话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如果陛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我又何必在此焦虑呢？娘娘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想办法，让陛下在长林王面前亲自开口才好。昨晚梦见先帝，问我皇儿这些时日掌理江山都做了些什么。哀家素来不问前朝政事，一时竟答不上来，让先帝失望了。孩儿也时常思念先帝，我有梦见，倒也没问过这些。那你跟母后说说吧，下次先帝问起也好回禀。日常政务都是内阁商拟决议，呈报给孩儿，同时抄送长林府一份。若无疑义，孩儿便诏命符节令用印。就没有哪件事情是皇儿自己圣裁的吗？朝堂之上皆为国家大事，现在孩儿还要多听多想，好生学着才是。皇儿，你虽未完全清正，可有些事情也是臣下们不能插手的。比如说，皇家的羽林营，那就是直属御前，只听圣旨谕令，其他一概不接的。说到这个，皇儿，你打算什么时候重建自己的帝都羽林啊？母后说什么？父，明日你去祭拜先帝，为父我有样东西交给你，你带去在先帝陵前禀告一下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在这等着。是。为父原本答应过先帝，上次去北境算是最后一次。自打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我这心里更觉得人世无常，不能再等了。父，父，长林军令重于泰山，孩儿此刻还承受不起。4年前，你大哥平章受封长林副帅，为父亲手把这个军令传给他，在他执掌期间，我长林军威未减丝毫。你不是说过吗？但凡平章身上的重担，你全都要接过去。怎么了？不敢接了？平静啊！抬头看着我。
此军令传给你，是因为我和你大哥都认为你身上的天赋和心智足以担当。你不相信你自己吗？孩儿定当竭尽全力，不负父兄所托。平静，日后你以此牌令号令男儿，纵然是刀山火海，我长林子弟必会追随。但同时，你不要忘了，你身为长令之人，权高必然责重。你日后下的每一道军令，都要无愧于自己肩上的重担，无愧于边境将士和我大梁百姓对我长林府的信任。父王教诲，孩儿谨记。皇家雨林，陛下怎么想起问这件事情？前些时日母后问起，朕觉得有些疑惑，不知先朝旧例到底怎么说的？自太祖开国以来，除了献文、显光、昭平三朝以外，皆设有皇家羽林营，与禁军分立，直属御前。但是每位新君登基之后，做法不同，有因循旧制的，有重建新军的，有干脆只是改了一个番号的，也有彻底换防重编的。当然，这些全凭圣心独断，没有一定的规矩。原来如此。母后问起朕，朕还以为是即位之后必须要做的事呢。太后娘娘问起这些，恐怕是因为武敬爷和先帝在登基之后皆有动作吧？哦，刚才老臣说过，昭平朝没有皇家羽林营，武敬爷即位后立即裁掉了京城周围的屯田军，重建了皇家羽林。先帝即位之后呢，又把南安羽林分立为蔚山和翠峰两营，就这样延续下来了。这个事情本来内阁是应该奏本陛下询问圣意的，可是老臣以为长林老王爷是不会同意的，我又何必多此一言呢？皇伯父为什么不同意？陛下，新朝新代是应该有新气象的，只是长林老王爷他太老了，不见得喜欢这个新字。另外，他已经习惯了蔚山、翠峰两营，这样他调动起来也方便。他不愿意改动，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啊。皇伯父什么时候调度过羽林营？这些不会是荀卿自己臆测的吧？是，老臣胡乱臆测，请陛下恕罪。皇伯父这些时日告病，不好惊扰。等他下次来上朝，朕问问便是。臣遵旨。老王爷，二公子回来快1个月了，
您的病情完全不告诉他，连李老堂主来给您诊脉都改到夜间偷偷摸摸的，这恐怕有些不妥吧？唉，常年征战，老毛病了，不要紧，是吧，李兄？哦，哎，袁叔，你听着，平津出长长林军令，诸事繁忙，过几天就要走了，你休得多言，让他无端猜测。是。累了，李兄，多谢了。袁叔。父王，袁叔，二公子这么久才回来一趟，这没待多长时间，就又要上朝辞行。反正我这张老脸摆不出其他的样子来。我将门之福，不就应该这样吗？聚少离多，别理他，走，随为父上朝。怀化将军这就要走了。是。臣今日上殿是向陛下辞行，明日便准备离京了。朕不大懂军务，既然黄伯夫调你回甘州，自然有他的道理，朕也不敢强留你。为陛下戍守边境，本就是长林之责。老王爷，这是内阁根据陛下的圣意所做的决议，您看有什么不妥吗？陛下，蔚山、翠峰这两营护卫京畿多年，至少臣没看出有什么闪失。不知陛下为何突然想起要彻底重编？黄伯父这事不同意吗？陛下，老王爷，新君即位，撤换旧军营号，我大梁历朝多有旧例，即使是陛下一时兴起，也不是什么值得驳回的大事吧？按照这内阁的议案，明明是撤换全营所有的高阶武臣，重分军户，整合兵员，这和旧军的营号更换，怎么可能一样呢？老王爷，陛下即位之后，对您可谓是言听计从，现在不过是想效仿先皇旧例，不过是组建一支小小的羽林军而已。按说，这本该是圣心独裁的事情，下官实在不懂，这哪里让老王爷觉得不满意了呢？启禀太后娘娘，已经开始商议那件事了。娘娘是直接进去吗？不，哀家从后殿进去，总得先听两句，知道个大概才行。是。陛下，这皇家羽林一向直属御前，老臣并不是反对什么，
只是这裁撤旧营，建立新军，并不是简单的2句话。蔚山、翠峰2营加起来有7万人，即便是调动6品以上的将领，其中牵扯到1半的军户，这些相关的事务，人力物力就已经不小了。更何况，老王爷请放心，眼下朝中平稳，国力殷实，陛下乃是天下之主，更何况有良臣辅佐，户部、兵部、吏部各司皆无异议。老王爷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陛下有意重建羽林军，这当然不是问题。老臣之所以反对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着急。陛下尚未成年，刚刚开始学理朝政。陛下尚未成年，又怎么了？微臣参见娘娘。臣等参见太后娘娘。老王爷北境的人马，各营加起来也有20多万，还不是要人有人，要粮有粮？朝廷何曾说过什么？陛下的威望虽然不能跟老王爷相比，但到底已是一国之君。难道就因为年岁尚轻，便要处处看人脸色不成？母后，这不是一回事。太后娘娘只管好生安养，今日所奏之事和后宫人员无关，请娘娘无需谏言。再说，陛下听政就在这朝阳殿，后宫人员若是往来，恐怕不大合适吧？哼，什么后宫，什么干涉，老王爷不必拿这么大的帽子压人。哀家进宫几十年，就连先帝都不曾说过哀家有什么行为不妥。怎么，到了万事儿由您做主的时候，我们母子俩就百般不是，连出来说句话都不行了吗？母后，娘娘，老王爷不过是奉先皇的遗旨，辅佐陛下，给陛下把把关而已，绝没有您说的意思。娘娘还是回去吧。啊，您看，陛下都有些为难了。母后，既然朝堂上桩桩件件都得听老王爷的，那你带着大臣们到长陵府上朝好了。何须陛下在此听政？太后娘娘此言何意？平静。话怎么能这么说？既是朝堂议政，不就应该各抒己见吗？当着陛下的面，你要做什么？娘娘，皇儿，你可看见了？怀化将军如此咄咄逼人，这还是我大梁殿上的朝臣吗？陛下平静无状，不该在这朝堂上和太后娘娘斗嘴。既然娘娘在此，恐怕不适合再议朝政，请陛下允准，老臣告退。臣等告退。皇伯父，臣等告退。先帝，先帝，老王爷，你又何必如此？哀家先走便是，请您不要再为难陛下。母后，先帝，先母后，帝，母后，先帝。哎，首辅大人，首辅大人，这萧平京啊，还真是毛躁了些，一生气就耐不住性子。要是长林世子还在，断断不会是这样的局面。哼。
父王。荀大哥，正因为是有意针对父王，今日争执起来才会如此难看。难道今日长陵王当着满殿朝臣说你尚未成年，你都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吗？这话怎么了？朕自己不也常说吗？元石，你心性善良，所以不会多想。可你问问你舅舅，这满殿朝臣，谁没听出长陵王的心思？他说你尚未成年，就明指皇儿是幼主，没有决断的权利。这种话多说几次，人人心里都会默认。那长陵王奉旨辅政，不就变成奉旨主政了吗？母后，此言太过诛心，孩儿绝不相信。好，哀家是后宫妇人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你不信就不信吧。可日久方见人心，哀家倒也宁愿是自己想错了。想起今日大殿上发生的事，孩儿实在不放心就这么离开父王。为父我这一生见过的事儿多了，总有办法处置的，你不用管啊。到了北境，遇事多与魏老将军商议。若是大哥还在的话，途中经过狼牙山，记得去看你大嫂和小侄儿，再带我向老阁主请安。父王，要我捎信请大嫂回来吗？你只见过小侄儿一次，一定十分想她吧？策儿。的确是想他了。陛下年少，心性不定，朝政又如此繁杂。牛远在北境，我一把老骨头了。把他们母子俩放在狼牙山，哪儿安全？父王我反而放心。
儿实在不敢再劳父王相送，就在此拜别吧。哎，等等。你现在已经有了这份决断和担当。哎，这里有家济风堂，我看京城也有一家。你真是在边城待久了，忒没见识。咱们大梁一家济风堂属第一。囊州可是府城，怎么可能没有？我听说都开到北燕去了。鲁昭，在将军。我明日绕到狼牙山，你不用跟着我，就在廊州等我好了。是。撤。进。老阁主，平津已经上山了。他这次想必不会停留太久吧？只是绕道，3、2日后便会北上。红尘碌碌，风起不息呀。这孩子就是看不破眼前呢。老阁主看破了吗？我要是能看破呀，早几十年呢就得道飞升喽。咱们琅琊阁虽然是旁观之人，但能看着世间情谊代代不断，倒也算是红尘一去。这代代不断的，除了世间情谊，还有皇权、野心、阴风鬼雨。九儿说，二叔，你可别把他弄醒了。对了，林溪妹妹说要云游四海，尝遍百草，出一本新的药典，早早就下山去了。这会儿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。平静，你还好吗？这段时间，每天晚上睡觉，我总是梦到你大哥，尤其是看到这孩子，更是格外的想念他。大哥在的时候，我习惯了依靠他。自从大哥走之后，我几乎每天都在担心，怕边境不安，
怕父王年迈，怕我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，辜负了大哥的期待。我虽不聪慧，但自认为是了解你大哥的。我能替他跟你说句话吗？大嫂，请讲。你大哥拼尽全力要救你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只因为他是你大哥。你们兄弟情深，他希望你能好好的活着。绝不是变成第二个他，第二个萧屏障。老王爷，趁热把药喝了吧。啊？有了。老王爷，你不是说这件事就当给陛下练手了吗？怎么还是放心不下？我长林王府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掌握京城的一支武装，哪怕是一支军力。旧编新编，对我来说有什么区别？问题的关键是，羽林军守卫的是京城的大门，不能被人如此利用。哎呀，你看你，咱不是说好了不生气的吗？那陛下最后允准的建制方案有什么不妥吗？建营、分编、操训都是细节，兵部里有我信得过的人，安排个8、9不离10，倒也用不着我操心。那你这担心的是什么呀？皇家羽林只听圣命，听起来只是一句话，可是这句话可不是这么简单呐。那是数代恩养、子弟传承，刻在心里的一个忠字。如今，这些心怀忠字的老军户都遣散了大半，新募的兵员再怎么操练，在短时间内，这心里能放得住陛下吗？是啊，这些新兵最难把握，也最易被别人左右。新入军籍的普通人，即便名为皇家羽林，但和一般的屯田兵有何区别？层层将官能任到大统领就不错了，陛下于他们而言，实在是太过虚渺。可帝都金阶之上的那些人，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呀？我听说你已经领了长林军令了。是。我承接军令一事，
父王已经传报长陵各营了。这红尘呐，浩大，人人心中欲念不同，看重的东西也不同。你自认为已经尽职尽责了，可在他人眼里，未必是这样。老阁主说的是，平静自己也明白，京城的安静从来都只是表象，人心诡谲，暗箭难防，谁也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发生什么。千古既是一瞬，万物皆为虚妄。你父亲已是戎马一生，既然无心争斗，何不就此放下呀？老阁主，您观天下，知古今，自可看破红尘。可世间这芸芸众生，岂能人人如此？对于普通百姓而言，纵然千古万变，也比不上三餐温饱，家国平安。父王曾教导过，长陵之责在于他们，而并非只在于京城。可你过去常对我说，想做武林之人，要随心随性，逍遥一生啊。平静能得衣食无忧，逍遥自在，那是因为生于王府，有父兄护持，不能当成是理所应当。哎呀，我听你这么正经的说话呀，我都不习惯了。来，喝茶。是。哎，终于裁撤掉蔚山翠峰两营，新立了东湖雨林，真是费了不少心思。飞展这孩子虽然在性情上桀骜不驯，可是让他来掌管禁军，完全可以放心。这样仔细盘算下来，虽然不敢说高枕无忧，但在陛下完全掌握朝堂之前，京城的局面暂时还是可以安稳的。那北境的萧平京呢？他现在可不只是三品怀化将军，还是长陵军的长令人，难道不该刻意防备吗？比起长林世子生前，这个长林二公子在威望上可是差多了。眼下北境又无战事，他要想横空而出，没那么容易，暂且可以不必在意他。多亏兄长替陛下百般筹谋，能够安稳下来就好。嗯。这一年在边境的历练，你的身手真是进益了好多啊！大嫂，可能是因为现在比以前更加专心了吧？你真的决定明天走吗？对。父王真的不想让我带侧儿回去吗？我想到父王这个年纪孤身一人在金陵，膝下没有一个晚辈孝敬，心里也是百般放不下。可父王既然明令禁止大嫂回去，肯定是有他自己的打算。我们还是听从的好。九兄，怎么？这是给我的？这是老阁主准备的临别赠礼，说是对你北境安防略有注意。到了甘州营中，方许打开。还是这么神神叨叨。
魏老将军，万万不可！魏老将军，近来可好？还好还好。哎，自从二公子，哦不，现在应该是您跟了父王几十年，怎么都算是长辈，惯用的称呼不必改口。我等已经接到了京城通报，老王爷居然传下军令，那么您便像当年的世子一样，是我长林军的副帅，我怎么能随便称呼呢？多谢魏老将军，也多谢诸位扶持。平京自当竭心尽力，以求不辱父兄之名。只是，无论是长林世子的封号，还是北京军副帅之名，北京近来战况如何？还算平稳，不过前日，大余黄蜀军1支300人的队伍突袭我边境莫南哨，粮食物资均遭劫掠，我军逐个反围，并生擒了对方1名参将。黄蜀参将直定6品，官阶不低。审了吗？审过，有用的一句都没说。不必多虑。一路鞍马劳顿，还是早点休息吧。多谢魏老将军关心，还是先拿相关军报来给我过目吧。是。平静，好不容易回去一趟，怎么不在大伯父膝下多陪伴些时日呢？父王年迈，我又何尝不想时时陪伴在侧？只可惜自古忠孝不能两全。再说，赶回北京也是听从父王的调派。老王爷这一向身体可好啊？看着还好，只是他老人家在朝辅政，每日不知会有多少烦忧，难免让人挂念。你刚刚回来，就不必都看了吧？我只是先粗懒一些。对了，这些军报，缘起你都看过了吗？好，你交代给我必须特别留意的地方，我都已经做了记录。那你觉得，康王他要做什么？他们在我北境，自扰挑事，难道是在试探我长林布防？可缘由究竟为何，我实在是想不明白。我总担心，不久大余会有大的动作。我明天想去墨山看看。明天？对，还是亲自去查看一下比较好。好，我马上安排下去。将军，上面写的什么呀？要是天机不可泄露，就别告诉我了。没什么不能告诉你的，我只是没想到，老阁主这次给的消息啊，竟然还有点用。那上面写的什么呀？秋10月，朔日辰时，宁关南北，可见天狗吞日之异象。哦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意思就是说，老阁主算出来，今年10月初1，刚好在咱们北境，可以看到日食。日食？
他一回来你就走了。你倒还真是说话算话。日食乃上天警示之象，这都能测算出来。这琅琊阁主，果真是神仙一般的人物啊！罗昭啊，哎，这种天象太过少见，你切莫说出去，以免到时候引起北境军民慌乱。是。这天上的日头突然没了，可不得引起慌乱呢。唉。陛下可是累了，要传步辇吗？陛下，大臣们都在朝堂上等着，再不去，有可能就要迟了。朕不想上朝。陛下乃一国之主，统领天下，护佑万民，怎么能不想上朝呢？朕实在不明白，母后为什么一直对重建东湖雨林的事心怀芥蒂？明明皇伯父都已经放手让朕去做了，他还是不停地说，他说，真的太让人心烦了。陛下可还记得，先帝临终前曾嘱托过什么？朕走以后，要听王伯的教导，勤学纳言，克修君德。要听王伯教导。陛下是想自己走，还是传步辇？朕自己走。将军，您这几日把漠南一线细细的都走了一遍，是有什么不对吗？大于今春开始在西高州垦荒，新迁户近3万，甘州以北敌军有增兵现象。据我推测，秦陵朔以墨山一线为目标的可能性最大。去。刚才将军说的我没听懂，小侯爷，您能不能给我再解释解释？咱们不用听懂。平京既然身为主帅，他这么推断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将军，将军！报告将军，大禹派来信使，在府衙前等候求见。大禹，知道了。秦陵朔他希望我们可以放回俘虏，另外，他想约我方主帅于3日后相见，就边境安定问题谈判。秦陵朔想和你见面？将军，依属下所见，这很危险。大禹人一向狡诈，谁知道这康王居心何在？不知2位老将军的意见是？二公子，康王前日派兵试探我边境，现在又说要与您见面，商讨边境安定问题，这反正都是他的主意，难免其中有什么圈套啊！还望怀化将军多加斟酌。若只是单见一面，倒也没什么，怕的就是这康王不只是想见面，
这种边境换俘、将帅约见的情况，在我大梁以往是否有过先例？虽不多见，但是以前也曾有过。不过，有过，那就可以见。虽然冒险，但我认为与秦灵朔这一面值得一见。他近来小动作不断，我总疑心他有更大所动。跟他见一面，我们可以更清楚他在想什么。理虽然是这样一个理，可是见面毕竟是有危险的，万一有什么闪失。回信，我大梁一向以和为贵，无意多生杀戮。为保两国边境安平，愿与康王商谈。3日后，漠南以北见。